5年前的过期产品啊，据说吃一口就会哕。那今天我来挑战一下啊。过期网红美食开箱，第一款啊，曾经爆火的网红母子生煎包。生煎包我本身吃的就少，所以这东西呢，我是一次都没吃过。原包装呢是这个样子的啊，网上的图片呢跟我这个其实差不太多啊。这一份的价格呢是20块钱，当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啊。以前它火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装在牛皮纸袋里面，看起来呢特别有食欲，显得很多的样子啊。个头不是很大，就跟拇指的大小差不多啊。正好我买了一份普通的做个对比啊，这个是普通生煎包，这两款大小呢确实肉眼的区别啊。哎，其实这样吃的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啊，跟生煎包的味道差不多，正好来对比一下啊。哇，这个大的里面咬开全是肉啊，小的呢咬开就跟吃那小笼包差不多，只是底部呢稍微有点硬啊。那这样对比，我觉得大的更好吃一些，因为大的话呢，它外面皮脆，然后里面是软嫩的，所以这小的基本上也就是昙花一现，根本占不到什么优势，并且价格还卖的贵啊。我现在买都要1块钱一个，这东西在团购里面9块钱能有一大包，所以说很明显啊，它凉有原因的吧。来下一款啊，名称叫做蛋包饭，来这款吃过的扣个1，现在还在吃的扣个2啊。当时它其实火的点呢很简单，就是把一坨那种黄色的鸡蛋，然后用刀切开，上下两边翻开的时候呢，有那种流体鸡蛋的感觉，用来拍照打卡晒图特别的好看。我手上这一份呢是花了21块钱买的啊，贵是真的贵啊，它这个是鸡排和蛋包饭一起结合的双拼，我不知道以前是卖多少钱呢，不过好像我这一份跟那个网上不太一样啊，我这个蛋是这种的，你看它是正儿八经就叫蛋包饭啊，就这么薄薄的一层蛋皮，你看到没？我们这边呢也就只剩下2家卖蛋包饭的店啊，这家还是销量比较高的，没想到它还是这个样子的，而且你们可以看啊，我这份基本上是没有那种流动的感觉啊，所以说点着外卖来说，真的20多块钱你会买这玩意儿吗？蛋裹的饭吃啊。吃的味道还可以啊，但是没有那种流动的液体感。我点的这份是咖喱鸡排的，我一口下去很香的咖喱味，并且你们看啊，这基本上来说就是普通的纯米饭，然后加了鸡排肉啊。感觉你点普通的鸡排饭，它应该也就是这样子，而且我甚至怀疑它这个蛋皮啊，应该都是半成品，甚至我猜啊，可能它就是为了做蛋包饭而做蛋包饭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凉了，我觉得也没什么，反正一年到头根本就不会吃一次。好，下一个东西，兄弟们，名称叫做麻辣小甲鱼。基本上我记得当时火的时候是各大卤味店全部都有的卖啊，第一只呢也卖的超级之贵啊，我这一只花了我38，兄弟们，中间你们可以看啊，基本上都掏空了啊。其实我很喜欢吃甲鱼啊，但是面对这个价格，我觉得很难下得去手，你知道吧？不过看着其实还是挺香的，尤其是浇上它这个汤啊，你们看一下，浇完汤之后看的是不是很有食欲？这个可能就是稍微有些人他不愿意接受啊，因为造型长得就是有点奇怪，对吧？肉没什么肉啊，全是那个什么壳上的那种胶质。而且还超级辣，入口呢是一股那个黑鸭味的那种甜辣香。我记得鱼子去年呢还拍了一期麻辣小甲鱼的视频啊，因为当时是比较火的，但是网上的大家都知道，就是那么一阵一阵的，图的呢其实就是一个新鲜感，因为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造型很那种，你知道吧？很多人他很难接受，就跟那毛蛋一样，也很正常。你说你38块钱买一堆壳没什么肉的情况下，你还会吃吗？还不如花30块钱买一堆什么鸭脚啊、鸭翅啊那些，吃的贼香，对吧？尤其是就你们在看啊，这是脚啊，这爪子都没剪，没吃过的人真的就有点瘆得慌，你知道吧？像你们新手从来都不吃啊，我给他吃他都不吃。来下一个兄弟们，这个东西应该是几年前的网红产品黑蒜。那这几年如果都在网的话呢，这个东西肯定都知道啊。其实火的并不是这个产品，而是那个人，具体哪个人我就不用多说啊，大家都懂啊。主要就是因为他吃黑蒜啊，一吃就所以才火的，人带火了，同时这个东西也火了，也就大概是4、5年前左右掀起来一波那种挑战浪潮啊。而且在那个时候呢，我还没有开始做自媒体啊，也就是它凉的时候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响了，我加入了自媒体大军，结果它已经过气了啊。只要做视频做到现在啊，咱们也没火过，所以希望各位啊，看到这个东西它都火过的份上，能不能帮没火过的小弟点赞支持一波，动起你们发财的小手，感谢各位。我去，这味道确实稍微有点冲啊，兄弟们，你看。就这个啊，兄弟们，我这个个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小啊！当年那个人挑战的，他个头还是挺大的啊，可能是买的品种不一样，还没满月就出来工作了啊。哎呀妈呀，太好吃了！感觉好沙雕啊，但是这东西它其实好像还真没有那么好吃啊，真的。吃着整体吧，我觉得跟那种腌的腊八蒜的味道其实差不太多，只是味道可能比较淡一点而已。我再来一颗吧，这刚刚一下没尝出味道。
入口第一口啊，就很像吃那个软糖，你知道吧？整体是偏酸的，反上来有一股蒜味。对于我来说的话，其实还可以吧，能接受，至少不是像那个人一样啊，吃的那么夸张。那这个东西它凉的话呢，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啊。当然不可否认的就是，肯定有人喜欢吃这个东西啊，而且吧，这个黑蒜呢其实是某一个地方的特产美食啊，所以其实也就是网上被那个人带火了之后啊，所以大家才知道这个东西。其实以前我都不知道的。那它凉的话，其实也很正常，因为大家生活中接触不到这个东西，像我们这边有都没有啊。我都吃3个了，味道还可以，我能接受啊。来，兄弟们，最后一个啊，这东西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啊？可能是在去年的时候呢，在网上特别之火啊，名称叫做大葱肥肠，也叫做肥肠包大葱，长度呢确实挺长啊。然后东西的话呢，其实也就是由着大葱和肥肠2个东西做成的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呢，网上特别火的一句话就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然后过一段时间呢，夜市上面就出了一个这玩意儿啊，叫做肥肠包大葱。但话又说回来呢，卖的是超级之贵，我这一份呢，整整花了我37块8毛钱。当然可能要告诉大家，就是我这个是模型啊，吃不了的，因为我找了一下我们当地啊，没有一家卖这个的。其实以前有啊，但是没开多久就不开了。造型呢就长这个样子，你别说，其实还挺逼真的啊。就除了不能吃，我这一根如果去夜市里面买啊，最少得60块钱打底啊，兄弟们，因为我这个是从头到尾都通着肥肠的，你知道吧？平均一根小的最少也得25块钱左右，所以我这一根50块钱应该不过分啊。凉的原因呢，其实就很简单，就是因为卖的超级之贵，东西呢又没多少，有些人呢可能又吃不了那大葱的味道，所以呢就慢慢凉下去了。反正我这边是没得卖。另外呢，我也是一根都没有吃过啊，反正就是有了这个模型啊，当一个纪念嘛，至少曾经呢好歹代表了一个代名词啊，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